斩断姻缘，去除灾厄，不负情谊，唯有一战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日本，海贼王1024话，某人已经更新。本话带我们领略大剑豪最后的故事。哇，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霸王色霸气吗？鬼岛宅邸2楼内，百兽海贼团惊慌失措，身边的同伴接连晕厥，口吐白沫。在他们前方的浓烟中，缓缓显现出一个强者身影。不怪他们，光凭半吊子的觉悟，根本无法在本大爷面前保持清醒。我可是击败了2个飞6包的男人，大名鼎鼎的2包狩猎者，就是我乌索巴。乌索普骑在凶狠的鳄鱼上，活脱脱一副顶级强者的姿态。杂鱼们震惊不已，没想到2个干部都败在同一个人手上。乌索普趁机煽风点火，命令一众海贼速速放下武器投降。一旁角落里，斯皮特正抱着小玉躲避百兽海贼团的追杀。原来乌索普所谓的霸王色，竟然是来自同一层楼的 Big Mom。仅仅是战斗中震荡的余波，也足以将远处的海贼们吓晕。不愧是地表最强老太婆。娜美拿起电话虫，联络身处右脑塔的弗兰奇，想要确认路飞的情况。但弗兰奇的情报也只停留在刚刚桃之助在广播中说的那些。娜美十分担心几人的安危，本应该和桃之助在一起的小忍，现在也联络不上了。没有消息就是没事的证据啦。真是的，说什么乱七八糟的。比起那几个失踪人口，眼下还有更棘手的事态摆在草帽一伙面前。百兽海贼团的手下们正在一个接一个的往楼下宴会厅跑去。红星海贼团开始阻击敌人的行动。喂，你们可别出去宴会厅捣乱！索隆和山治正在跟大看板交手。少来命令我们，同盟本来就是对等的关系。此时的宅邸3楼已经被火海吞噬，整座阁楼沦为黑色玛利亚疯狂的牺牲品。火势太大，灭火已经是不可能了。海贼们四散逃跑，毛皮族战士们更是难以忍受高温炙烤，决定先撤到楼下避难。突然，火海中窜出一个鬼魅身影，竟是浑身带火的布鲁克。尸体男爵，你没事吧？好在骷髅可没有能够燃烧的皮肤。布鲁克再次英雄救美，从燃烧的油廓里爆出了罗宾。他似乎因为战斗中消耗太大，还没有苏醒，战况愈发混乱。布鲁克迅速联络还在4楼的圣平。此时的猫咪咖啡厅内，圣平给付者军团与基德海贼团一起组成临时联军，扫荡剩余的敌人。浑然不觉楼下已经是一片火海。火灾吗？这下可不好办啊。不过上面还有谁在阻挡凯多吗？海峡敏锐捕捉到这片混乱中的一丝异样。百兽之王竟然任由楼下势力崩溃，自己并没有回到宅邸救场。漫天大火，干部溃败。此刻百兽海贼团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到达宴会厅。大批海贼从楼上杀入会场，横纲河松快刀出鞘，4大黑道头目紧随其后。光月武士们战意恢宏，奋力阻击。今夜绝不允许任何人打扰那个舞台，给我滚回去！这是最后的决战，也是最后的疯狂。喊杀声回荡在鬼岛各处，而就在那央云天穹之下，死斗正在父子间上演。大口真神热血挥洒，炽烈神力硬汉魔龙，无限锋芒化作一声精鸣，划破漆黑夜空，直扑百兽之王。这一记鸣笛炸响无限决意。然而凯多抬手一挥，直接将冲击波弹飞，铁壁天堑无可逾越。这股力量似乎稍稍满足了百兽之王的期待。大河一击不成，凯多的攻势已从半空袭来。金刚笛，霸王怪力爆轰而出，如同天雷湮灭世间。同样的招式，成倍的威力，将刚刚的狂妄加倍奉还。大河奋力抵挡，终于被怪物般的力量掀翻，与强烈冲击一起砸入山壁。凯多风血沸腾，家庭问题似乎就要解决了。大河缓缓从碎石堆中爬起。你一直都是想要杀死我啊？没错，这可不是父女吵架。你既然选择背负玉田的名字，那就要有战争的觉悟。我们现在可不是在玩过家家啊！大河，憧憬某人有什么错？我就是喜欢玉田。大河歇斯底里的呐喊，将思绪带回20年前另一场劫难的哭喊。我是玉田，光月玉田。稚嫩的呼喊飘荡在鬼岛之上。那个被手下们称呼为鬼公主殿下的大河，已经持续暴走1周。无奈的凯多只能亲自去看看情况，但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大吃一惊。那批负责看管大河的手下全部晕厥倒地，口吐白沫。这是你干的吗，大河？我不知道，是他们自己倒下的。肚子好饿，我现在已经是快要死掉的状态了。霸王色，你很有潜力，但如果你继续自称玉田的话，那就去死吧，大河。8岁的大河被父亲一顿恐吓，眼泪直直打转。好在凯多并没有马上杀了他，而是给了他1个月的期限。接下来他将在鬼岛天字号洞穴里反省悔过。手下们用锁链将大河绑在洞穴石壁上，完全不管鬼公主殿下的哭喊。肚子很饿，山洞很黑，1个月也很漫长，但这些都不是大河最恐惧的。他最害怕的是这里面的其他囚犯。和之国的诸位大剑豪们，愿意成为我的战力，我就放你们出去。改变主意了，就从天井的换气口呼叫吧。凯多站在洞口，仿佛掌控自由的裁决者，向洞穴里的所有人宣告游戏规则。囚笼的野兽已经不记得断食几天了，但他们的厮杀还远远不够。凯多吩咐手下送上1人份的食物，并丢下数把刀剑。为了生存，互相掠夺残杀，然后屈服吧。凯多转身准备离去，大河哭喊起来，自己是凯多的孩子，武士们肯定恨死他了，一定会被杀掉的。但凯多只是冷冷的回应：“你不是玉田吗？”说完，用巨石堵住洞口。死亡般的寂静蛰伏在洞穴里每个角落，
大河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，却无法压抑心中疯狂滋长的恐惧。他似乎能察觉到凛厉杀气就弥漫在每一寸黑暗中。自己虽然是玉田，但同时也是杀害玉田的仇人之子。武士们不知道有多么憎恨自己，在他们自相残杀之前，一定会先把我干掉的吧。果然，武士们站起来了，他们拔出了刀剑，马上就会。大河的恐慌到达顶点，他仿佛看到一抹寒光已经从头顶劈下。请吃吧，美味香气驱散阴霾恐惧，出落木盘尽显武者超然。一瞬间，阴冷洞穴仿佛被温暖点亮。我们武士的肚子是不会饿的。大河惊诧间，突然看到武士们都背过身去，远离自己，一种无形的安全感因为距离而产生。压抑许久的情绪终于溃散，大河痛哭流涕，大喊：“肚子好饿，吃吧！你在这种家庭出生，可真是遭罪啊！”神秘武士调侃的话语就像是开放的号角。大河端起饭碗，狼吞虎咽，心中却充满疑惑：武士好厉害啊，肚子居然不会饿吗？但他已经顾不及那么多，或者鼻涕泪水吃下这份美味。谢谢你们，各位武士先生，这碗饭的恩情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。饱餐一顿后，洞穴内又陷入了各自的沉默。良久，大河终于鼓起勇气，问出了第一个问题：请问，如果我会肚子饿，我还能成为武士吗？武士没有答话，只是随手拔出一柄剑，瞬间硬化成黑刀神锋，将大河双手的锁链齐齐斩断。你是光月玉田，对吧？我听说了，在下和这里的各位也都很喜欢那个男人。大河就像是突然发现了同伴，连忙问起武士的尊姓大名。然而武士只是扶着左额的伤口，苦笑着说道：“拜北武士的名字吗？还是叫在下某人吧。”大河掏出随身携带的玉田航海日志，向武士们请求帮助。他想知道里面到底写了什么，但是有很多字都看不懂。一向沉静的武士们看到玉田字眼，瞬间被点燃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武士们一边教导大河时日，一边翻阅着玉田的壮阔人生。鬼公主殿下陶醉在那一个个冒险故事中。洞穴很小，世界很大，在鬼岛之外，不在这个国家之外，还有更加辽阔而精彩的大海。不知不觉10天过去，大河因为饥饿再次瘫倒。大河，看来你父亲是真的打算要让自己的孩子死去啊！这样一来，你就看不见玉田所说的20年后的战斗了。虽然已经很虚弱，但大河还是颤巍巍地坚持着。到那时候，我要跟和之国一起战斗，然后我就会出海，变得更强。那可真是令人放心啊！既然这样，我们又岂能让你死在这里？你还要参加未来的那场战斗呢？20年对我们这把年纪来说，已经不是能轻易等到的年月了。3位武士拿起刀剑，缓缓走向洞口。这是最后的战斗，却不是这个国家的最后。如果能让那20年后的光景更清晰一点，舍弃这副残躯又有何妨？就燃烧仅存的性命，将未来送往未来吧！6道锋芒破开石壁，尽管大河试图劝阻，但他们终究消失在一片耀眼之中。光芒穿透黑暗，宛若黎明破晓。那一天，鬼之岛爆发紧急事态，鬼公主殿下活下来了。对我而言，这个世界上也是有愿意相信我的人和认同我的人存在的。为什么要夺走我的自由？为什么要夺走和之国的自由？这个世间可不是用一问一答就能解释清楚的。你不过是个毛头小子，光复国家的梦想，侵吞世界的野心，背负武士的情谊，征服大海的霸业。一朝一夕，万千姻缘，赌上各自的全部，就用这一计决出高下。狂雷叱咤，天惊地动，霸王交锋，九霄震颤。你是雄踞一方的四皇，我是被困小岛的囚徒。当这片大海掀起狂风暴雨，当这个世界步入至暗疯狂，我从未像此刻充满期待，热血沸腾。奴役这个国家，征战四海汪洋，是你的宏图；打破命运枷锁，开启世界黎明，是我的梦想。顶级战争，壮阔冒险，为了去见证玉田所见过的世界，我也绝不能退缩。以上就是《海贼王》1024话的主要内容啦，下周不休刊。本话用一个短篇回忆，再次补完大河与武士们之间的羁绊。熟悉的草帽一伙上船前必回忆又来了。鬼岛现在已经进入最后的 BOSS 战。本话中草帽团其他成员的任务，酷似当时在德岛尾声阻挡鸟笼的样子。我是周二本，下期我们来分析本话中出现的伏笔与细节，敬请期待。